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白问”，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。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。下期就让你上电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，我是王炯。OK， 这个是我们长假之后的第一期白问啊。这个长假的时候我们没有更新，积攒了比较多的问题。到10月份开始往后呢，基本上今年各家的这个旗舰机啊，还有主力机型啊，全部都发完了，到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啊。但是呢，还会有一些啊，比如说1000元全屏啊，一些细分的产品呢还会出来。总而言之，视频还会跟大家继续更新见面的。OK， 积攒了2周的问题，咱们来看看这一期的白问。谁上电视了？有什么烦恼？干货多票少，白问马上开始。OK， 来看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咱们白问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 Sky。小白，本人学生党，想买一个便宜点的平板，主要用来看视频，偶尔玩玩王者荣耀，不要求高画质，能玩就行啊。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吗？这个就上白问。确实，我已经很长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平板了。不过之前的时候，平板玩的比较多，我也是很早，应该是第1代、第2代 iPad 我都有的。我还是比较喜欢 iPad 的，因为无论从各个生态上还是体验上啊、流畅度上的 iPad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安卓平板的卡顿程度比你的手机可要高多了。如果要是王者荣耀的话呢，我个人比较建议 iPad mini 3或者是4，其实2也应该可以，但是就是有点老了嘛，可以在闲鱼上买一个2手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OK， 来看下一个问题，依旧是白问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，只想好好睡上一觉，直到天亮，这个愿望我也有。小白，现在3Sung旗舰都会附这么一副 AKG 的耳机，这副耳机的质量好吗？这个零售的话，差不多相当于多少人民币价位的？还有就是3Sung的旗舰机本身的音质怎么样？目前想要入手3星的 Note 8，很喜欢全视曲面屏的设计，但是看7K 的价格有点瑟瑟发抖啊，多咨询一下再想决定出上电视。Note 8呢，这个你看这期白问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同步进行 Note 8测评视频，你可以看完了之后再决定。但是这次6988就起售价格啊，就7000块钱了。多少呢？还是有些贵的。AKG 的这副耳机呢，也是一直在使用之中，一看就没有好好看我们的测评视频啊。这个 S8 Plus 的那期测评视频中呢，已经跟大家聊了，它的售价呢，如果要放在 AKG 的产品线里边，加个包装盒300块钱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这个音质呢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呢，根据这个实际使用来说，跟这个魅族的 Flow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，因为单从售价来说，这个魅族的 Flow 呢还是跟它要差一些的。OK， 来看下一个问题，依旧是来自公众号白问的小伙伴，吞噬时间的灰犀牛，我敢确定5人月饼滚出圈儿，这段不是一次过的，承认不？承认，确实不是一次过的。就像刚才那句话，也不是一次过的。冬瓜糖的甜腻和牛肉干的咸腻，加上已经被这2种腻味完全浸透了的瓜子仁儿，他妈的！谁发明的这么难吃的月饼酱还卖了这么多年？大哥，这815的热度已经过去了。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。OK， 下一个问题是公众号的小伙伴，哎呀，这字又不认识啊，心口痞是吧？小白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苹果的官换机可以买吗？全新的6SP 32G 官换机，只有盒子无包装盒，保修期到2018年5月，3100块钱可以吗？这个在之前的白问中呢，跟大家简单聊过啊，就是官换机的这件事情。官换机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官方，就是你这机器有问题啊，这个拿去，然后官方给你换出来的机器。这个机器应该说是一个全新的机器，3100块钱，只有机子没有包装盒，它为什么没有包装盒呢？还有就是有点像扒这个同行，就因为好多做测评的都在卖手机嘛，或者都在卖配件嘛，感觉这么说好像不太好啊。但是我只说一句，就是官换机淘宝上的你都要慎重，都要慎重。还有就是我不太建议大家，就是不太了解的话，或者说渠道不明的话购买官换机。点到为止啊，你明白就行了。OK，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，我靠，好非主流的一个名字啊，这个俊寒轩。公众号的小伙伴啊，小白，关注小白测评有1年多了。之前看到手机 SD 卡可以转换成手机内存的，怎么用？好用吗？手机的 SD 卡转换成手机内存呢，其实无非就是把软件安装到里边去，有什么软件或者什么硬件可以让这个 SD 卡直接植入到手机里边，那都是扯淡的，全部都不现实啊，就不可用，你就不要相信就可以了。多少呢？现在啊，这个 SD 卡呢还是对速度呢有一些影响的，尤其是你 SD 卡存的东西比较多的情况下，我个人的建议呢，还是买一台本身内存啊就比较大的
手机，在这个稳定性啊，还有在速度上呢，都会有一些保证啊。你可以用 SD 卡专门来存电影，然后看电影的话呢，只用 SD 卡来读取就可以了。好用吗？实用，但是好用谈不上。好，这个下一个 B 站的小伙伴玲玲，小白测评，希望认识更多的朋友，最好是好闺蜜，加入我微信。这是 B 站什么新套路呢？欢迎在弹幕里边告诉我一下啊。好，下一个来自微博的小伙伴。与6661988对话中，真正普及18比9之后，当所有的 app 和视频都以18比9制作16比9的手机机型怎么办？一定要回答我，小白。其实这个你有点杞人忧天了啊！咱们先不说这个 app 和视频都用18比9来制作，单说这个，如果全部的这个比例全部都换成18比9之后，那么说明16比9的机型已经被淘汰了，或者说你已经买不着，或者说非常少了。这个时代嘛，如果要是大家都改变的话呢，行业肯定会跟进的，如果慢下来，你就会被淘汰。比如说诺基亚，对吧？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 APP 和视频啊，视频很早就有很宽的比例了，比如说电影都是这个21比9的比例制作的啊，你也没看到那个有什么21比9比例的手机啊？有，我记得好像只出过一台，但是后面也都没有了，对吧？还有就是 App 呢，也大部分的都是会兼容性的啊，不用担心。OK，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 B 站的小伙伴灰原 i12138，小白你好，从小米5就开始关注你的视频，一期都没有落过，感谢。这个最近看你的视频有个疑问啊，就是现在国产手机的拍照水平基本都不错了，作为一个普通的数码爱好者，有时看样片与样片之间的差别，夜景之间的差别呢并没有太大，是不是作为测评人需要苛刻的去对比噪点、白平衡等等细节，或者说与屏幕的问题类似啊？有对比的时候才会发现屏幕之间区别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想购买 Mix 2，但是一直顾虑和 Mate 10这些旗舰的拍照差距旗舰机的成像质量对于日常生活有多大影响呢？这问题比较多啊。在这再说一句，大家提问的时候尽量就是提这个单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，因为这种比较多的问题呢，一是占用的时间会比较长，还有就是回答起来呢也会比较繁琐啊。但是你这问题呢，跟你说一下，现在在视频中呢，我也会经常提了，就是在对比样张的部分啊，因为是极客测评嘛，所以说多少呢会有一些较真儿的行为。其实呢，大部分的观感呢，如果不是级别与梯队之间的差距啊，其实是比较小的。但是就小米来说，目前它的相机调教呢，中肯的讲啊，已经跌下了第一梯队了。我觉得它在旗舰机中呢，算是调教的比较差的。首先咱们就不说祖传率，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吧。这个像之前强期的测评呢都有，也是因为主要是在相机这块的问题啊，我也被很多人挂上了米黑的标签啊，估计这时候弹幕已经在飞了啊。跟 Mate 10的拍照对比呢，华为的旗舰系列在国产的拍照中呢，确实是目前是第一强的吧，尤其是这个 P10 Plus，如果它延续 P10 那套算法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啊，肯定是要比小米的旗舰机，尤其是 Mix 2，它调教还不是特别好的啊。肯定要比它好一些的，在实际生活中影响有多大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如果你要是自己一个拿着一直用的话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OK， 下一个还是咱们微博的小伙伴啊，幻影 SDD 小白问一个问题：落秒全是形容芯片性能好还是性能差啊？这个问题好萌新啊，好可爱。这是不好意思还是贬义词儿？怎么微博百度上的说法不一呢？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啊，默默的秒掉了全部。当然，如果要是硬说的话呢，它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啊，就是说明它非常强悍啊，秒掉了大家，很萌新的一个问题啊。OK，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糖果俊，小白关注你的视频1年多了，不客观之题，想问一个问题：现在买乐视 Max 2还值吗？6+64G 的版本，大概用个1年半，对于无边框 ID， 那是 ID 无边框啊，也没有什么介意了，求推荐。乐视 Max 2，现在还要买乐视的手机吗？是吧？好了，正经点说，其实就是对于系统上的担心。咱们先不说它的配置，还有就是它品牌啊，这个乐视是吧？厂子都快没了，对于系统上我还是非常不放心的啊。本身我对它的系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。好，来看下一个是咱们白问公众号的小伙伴杨川，小白，你摸过那么多手机，我很好奇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手机？你自己选择常用手机的标准是什么？我现在呢还是用的7P啊，偶尔还会用一台安卓的手机，比如说 R11，现在安卓手机是它，然后还有呢就是 S8 Plus 也会用了一阵子。我选择手机的这个标准呢，其实无非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好用。用这个 iPhone 7 Plus 的是主力机型，原因呢是因为我被这套生态呢给绑架了。因为比如说我用的是这个电脑啊，或者说手表
表或者 iPad 有相关的这个配套的设施，确实不得不说啊，这套生态里边你会活得非常自在，活得非常自由。比如说导东西啊、传东西啊，一些数据方面。至于安卓的话呢，基本就随便选了吧。我可能眼缘哪个比较好，就会这个选一下。标准呢，其实和大家一样，就是好用。硬说的话呢，可能更倾向于一些这个新的技术，比如说这个双面屏啊，咱们先不说它好用不好用啊，还有就是比如说 R11给这个王者荣耀交了保护费啊，就是这种点啊。好，来看下一个问题是 B 站的小伙伴又帅又高又温柔。小白，以前我一直用的是苹果，但是新的 iPhone X 太贵了，感觉8000多买一个手机有点过了。目前想转平台去安卓，可能感觉苹果的生态太好了，难以放弃。我有 iPad、MacBook， 现在有6S， 本来打算买新一代的 iPhone 加 Apple Watch 加 AirPods， 是要炫富吗？好吧，给你这个机会。结果这3样新品都没有给我什么惊喜，算了，总价上万，不如直接脱离苹果全家桶。当断则断，买 Max 2。是的，那你买了吗？能省8000块钱。不过小白建议离开苹果生态圈吗？这样我的 iPad 跟 MacBook 很像没爹妈的孩子了，而且我也很舍不得 AirPods， 很想要一个。建议离开苹果生态圈吗 ？OK， 装逼完毕了是吧？这个苹果生态圈呢，这个完全就看你自己了。我个人呢，其实是很难逃离了，因为有很多的东西确实都在上面。但是如果感觉单纯的一台机器价格太贵呢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除非你是这个确实的就想转换阵营了，比如说 Windows 加安卓的这种组合，也有很多极客啊，很多很有钱的极客啊，也都是这种配置是吧？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，这看你自己需不需要了。如果你要是在数据方面没有那么多要求的话，我觉得脱坑完全可以啊。好，下一个还是 B 站的小伙伴啊，什么呀？小白本人是一直学生党，求推荐1000到2000元左右的机器，要求的就是好看，支持多软件同时运转，内存比较大，要求32G 到64G。其实这个价位段呢，32G、64G 的选择是非常多的，无非呢也就是一个极客常纠结的问题，选择今年的新机还是选去年的旗舰。在这儿呢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。这个，如果你看之前的版本就知道了啊。去年的旗舰我是比较推荐的，比如说小米5S 啊，或者说1加3T 啊，2000左右的这个价位段啊，还是有很多机器可以选择的。我比较推荐去年的旗舰。OK， 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啦，是来自咱们微信公众号白问的小伙伴 Peacekeeper 不是。Peacekeeper PK 吧，好，就把你叫 PK 了。小白哥你好，最近开始关注你了，知道你是真心解答基友们的问题，那是必然。我想向你咨询，我用联通卡也不怎么用电信和移动啊，就不上3网的手机了。那么港版、美版、韩版、国行 iPhone 呢有什么区别？最近换掉自己的6，换个7P，8和X买不起了。这个想问问买哪个版本的7P？第一次留言求上电视，哇，第一次留言就让你上电视，很幸运啊。至于版本上的区别呢，其实现在都非常小了。要是搁早前呢，还会有什么锁版啊、没锁啊，还有时候网络支持上比较差别。现在呢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3网都支持的了。个人建议呢，我还是倾向于港版，因为国行呢，你不买它呢，肯定是在价格上呢有一些顾虑或者说预算没有那么多。港版呢，尤其是这次8和8P 啊，这个最高的价格应该是差到了1000多块钱啊。至于美版和韩版呢，我个人就不推荐了。首先呢，就是渠道的购买上啊，问题会比较多，被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，水比较深。还有就是会发生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个比较灵异啊，比如说在网络方面，我就不再详细展开了啊。反正如果要买 iPhone 的话呢，我个人最推荐的呢就是港版的手机版。OK， 这期的白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。在新机方面呢，大家的问题呢，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把我们之前的这个测评视频，还有一些相关的横评呢都看一遍。这期上电视的呢，大家也都看到了。对于新机方面呢，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测评嘛，你看了之后就基本上有答案了。还是要再强调一遍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，每天吐血推荐啊，每天6点更新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。上期白问的重点观众呢，就是他在白问公众号后台联系我们就可以了。这一期的奖品呢是努比亚绿音耳机一个。咱们好长时间都抽音箱了啊，换口味儿，这个金属质感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同样还是在白问的后台回复“干货多，屁话少”这6个字就可以了。干货多，屁话少。OK， 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。下面的测评视频呢，有一个 Note 8，还有一个就是华为的 Mate 10了，当然还有大家最期待的 iPhone X 了。同时还有一些横屏视频跟大家见面。OK， 想要下期上电视，最重要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，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。干货多，屁话少，白问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